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今天要介紹這一台呢，是最近在投影圈引起超高話題的亮眼新星，就是奧圖瑪的 UHC-70LV。那這台呢，真的是不一樣哦，因為它是全球首款獲得 Dolby Vision 認證的5000流明高亮度的家用投影機。而且呢，它還不只是亮哦，它還結合了双雷射光源、真 4K UHD 的解析度，還有強大的 Peer Engine Ultra 影像處理技術。整體的畫質表現呢，可以說是既聰明又有肌肉。不管是電影啊、影集還是遊戲，它都可以呈現得非常細膩的層次。那不過呢，這台機器呢，相對也不是這麼好搞哦，因為它的安裝門檻相對比較高，還有手動鏡頭位移範圍超小，真的需要有一點玩家精神。Hello, do you want to play a game?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，今天就要帶大家深入的解析這台機器的亮點在哪裡，痛點在哪裡，又值不值得入手呢？準備好了嗎？那我們就從它最驚豔的核心技術開始吧。首先，這台 UHC-70LV 它最大的亮點之一呢，就是它有那個超有分量的頭銜啊，就是全球第一首款獲得 Dolby Vision 認證的5000流明高亮度家用投影機。那這個在投影的市場上呢，真的是非常的罕見。那很多人會問啊 ，Dolby Vision 還有 HDR10到底是差在哪裡呢？那核心的差異呢，是在於 Dolby Vision 它是逐帧逐區域的動態元數據 HDR， 那 HDR10呢，它是採用全片一組固定的參數哦，亮度、峰值、伽馬、色彩映射都無法因應不同的場景而變化。但是 Dolby Vision 啊，它會針對每一幀的畫面、每一段亮暗區域，它由系統自動調整對比、亮度還有色彩的映射。那這代表什麼呢？就代表暗部不會再淪為一片死黑或者是死灰，那高光不會因為整體亮度而被壓縮，失去層次，那光影的銜接就會更自然，立體感呢更強，整個畫面呢還會呈現出接近電影調光室所看到的效果。投影機它通過 Dolby Vision 的認證呢，本身它的門檻就不低哦，因為它要同時考量白峰亮度、APL、原生對比、色域還原、飽和度伽馬，還有色彩映射的精準度。而 UHC-70LV 它在5000流明高亮度的機種中呢，它仍然可以獲得 Dolby Vision 的認證，表示呢它在光學引擎的調校非常的到位。這也讓它在高環境光、客廳劇院還有大尺寸的畫面中，依然可以保持 HDR 的影像層次，還有顯像的準確度。那在實際觀看的時候呢，70LV 它會自動辨識影片的格式哦。我們用 Netflix 實際測試，只要是 Dolby Vision 的片源，在熒幕呢，它是左上方就會跳出 Dolby Vision 的標誌。那使用者呢，完全不需要手動去切換，非常的直覺。70LV 呢，它在 Dolby Vision 下有提供3種的顯示模式。Bright 模式、Dark 模式、Vivid 模式。那這個呢是奧圖瑪特別為了高亮度投影環境所打造的色彩表現模式。那它的特色呢，包括更高的色彩飽和度，還有亮度動態，讓大畫面呢更具有衝擊力。保留細節的同時呢，提升劇院級的亮度感。那高光還有暗部的對比銜接會更細緻，可以說是將 Dolby Vision 的視覺張力推到極限。那視覺感受呢，會非常接近電影院的大畫面呈現。除了 Dolby Vision 呢，它還搭載了奧圖瑪最新的雙雷射光源技術。那這樣一來呢，色彩它不僅會更飽滿，色域也更廣哦。官方的數據呢，達到95%的 DCI-P3。那另外呢，它的雷射光源壽命呢也長達3萬個小時哦，所以你就算每天看2部電影，也可以用10年以上。也就是說，你想買新機了，那這一台70LV還可以繼續使用。那難怪國外呢會直接給它一個綽號 Light Cannon 光之大炮。你看哦，像我們台灣一般的客廳啊，白天一定多少會有自然光嘛，但是你完全不用全黑的狀態下，也不用拉窗簾，它的亮度跟對比度都還是撐得住的。這個對想把客廳打造成家庭劇院的朋友來說呢，真的非常的加分。它也有動態雷射調光，簡單說呢，它就是會依照畫面的明暗，自動去調整光的輸出，亮度的变化最自然。看電影的時候呢，就不會突然亮、突然暗。那這台的投射比呢是1.2到1.92，投影尺寸可以從30.6一路到301寸都可以。那給你們2個最常用的距離當做參考。
2.66公尺呢，它就可以投射100寸。那3.19公尺呢，就可以投射到120寸。所以不管你是一般客廳、小客廳，或甚至是長型的多功能空間啊，位置其實都是非常好抓的。最後，70LV 內建的 Peer Engine Ultra 處理晶片，提供非常全面的畫質強化功能，包含4大模組 Peer Contrast AI 分析畫面，自動優化亮度還有對比 ，Peer HDR 提升暗部層次還有立體感。Peer Color 加強色彩的準確還有真實感 ，Peer Detail 強化細節銳利度，比如說髮絲啊，或者是材質紋理。不過提醒一下哦，這套系統功能很強，但不是全部開就會更好看哦。像是老片啊，或者是壓縮的片源，開太多 Peer Detail 反而是會出現結塊感。那另外在 Dolby Vision 的 Vivid 模式下呢，色彩可能會偏濃，建議你要手動去微調。Peer Engine Ultra 呢，是可以讓你找到最對自己味的畫質設定神器，但是前提是你要自己願意花一點時間下去做調教。奧圖瑪的70LV呢，在遊戲表現上呢，相當有誠意哦，因為它支援 4K 120Hz 的輸入，對於 PS5 啊、XS 這類次世代的主機玩家來說，代表你可以享受的畫面更順暢、更低延遲的遊戲體驗。官方數據顯示啊，它的最低延遲僅只有 8.4毫秒哦。那另外它還具備 ALLM 自動低延遲模式，那當你連上支援的主機的時候，它會自動切換成低延遲的輸出，所以你不用再手動設定，超級貼心的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台70LV 的端子配置，它一共有3組的 HDMI 輸入。第一組 HDMI 2.1支援 4K 120Hz， 玩遊戲呢最推薦使用這一組。那第二組呢 HDMI 2.0， 其中一組呢還有支援 EARC 的音訊回傳，所以你可以把聲音直接送回去擴大機或者是聲霸，不需要再多接光纖線，超方便的。輸出部分呢也很完整，包含一組 USB-A， 你可以直接給串流棒或者是外接電源來使用。那第二組 USB-A 呢，你就可以拿來接讀取裝置或者是小型的配件。那還有一組 3D Sync 對應主動式的 3D 眼鏡，還有一組 3.5mm 的音源輸出，還有一組的光纖輸出，你可以連接 DAC 啊、聲霸或者是擴大機，傳遞數位的音訊。控制端子部分呢也非常的專業，包括它有一組網路孔，它可以做遠端的控制或者是系統整合；一組 RS232，方便跟中控系統做聯動。那還有2組12伏的觸發輸出，它可以自動控制電動布幕或者是升降架，只要開機，布幕它就會同步的下降。開場儀式真的是滿滿的。整體來說，70LV 的端子配置算是面面俱到，不論你是影音玩家還是裝修設計師呢，都可以輕鬆的整合進系統。它可以說是一台兼顧娛樂還有專業級控制的全方位投影機。再來是無線連接的部分，70LV 支援 Apple 的 AirPlay、Google Chromecast， 另外還可以用奧圖瑪自家的 Display Share， 不論你是 iPhone、iPad、安卓手機，都可以直接把畫面投射出去，播放影片、照片或者是做簡報都非常的方便。那如果你想用筆電做無線的投影呢，也建議透過 Chromecast 或者是奧圖瑪 Display Share 的 App 方式來連線，整體的穩定性會更好。那這台奧圖瑪的70LV呢，是很講究精準的投影機。那你只要掌握這幾個重點，它就可以發揮出真的很強的影像實力。那以下這幾點呢，不算是缺點，更像是使用習慣或者是安裝特性。70LV 相較於前代新增了梯形校正，還有4角修正這個實用的功能。那在一般的安裝情境下呢，更好的調整畫面位置。鏡頭模組呢，依然維持奧圖瑪的純機械式的設計，像是變焦、對焦都可以讓你調整得非常精準。對於追求原生光學效果的玩家來說呢，反而是一種更乾淨、沒有額外數位處理的呈現方式。70LV 的 Lens Shift 呢，是屬於微調型的位移，適合讓畫面定點更精準，對齊螢幕中心。那這類的設計呢，通常是出現在高亮度、純光學結構的投影機上。那目的是為了要保持鏡頭組的穩定度，還有畫面的銳度。那只要在擺位時先量好位置，之後的畫面調整基本上就會非常穩定，也不容易跑位。那實際觀影的時候呢，你會明顯感受到高亮度讓細節更清楚，原生對
比搭配 HDR 的顯示能量非常足，黑暗的場景的細節呢，它不會糊成一片。對於一般的家庭劇院、客廳有開燈的環境啊，或者是大畫面需求的使用者來說，它的整體影像表現其實比很多同價位的投影機更實用、更有張力。那這一台呢，主打中高階，搭載 Dolby Vision， 又有高流明的旗艦規格，它的建議售價是在17.9萬。我知道你的腦袋現在一定浮現出一句話：哇，這好像有點貴耶。但畢竟這台整套的規格堆疊起來，就是往影像品質極限在走的機種，高貴不貴啦。相信大家腦中應該也開始冒出一堆問號，對吧？那接下來今天就幫大家整理幾個最常被問到的問題，用最簡單的方式一次解答。第一個問題，這一台70LV 最大的賣點到底是什麼？簡單講，它就是全球第一台拿到 Dolby Vision 認證的5000流明高亮度的投影機。那這代表呢，它不只是畫質強，它還可以在開燈的客廳裡維持亮度和對比。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數可以兼顧高亮還有 HDR 動態畫質的家用旗艦。第二個問題 ，Dolby Vision 到底比一般的 HDR 好在哪裡？那這個關鍵呢，就是在動態調整。那一般 HDR 呢，它是整部片同一組設定，而 Dolby Vision 呢，它會針對每一帧的畫面，甚至每個亮暗區域去做微調亮度和色彩，所以你看到的畫面層次呢，會更豐富，亮的地方不會爆，暗的地方也不會糊。對於電影控來說呢，這個就是導演想讓你看到最真實的樣子。第三個問題，5000流明真的可以在客廳開燈看嗎？可以。它亮到被國外媒體昵稱為 Light Cannon 光炮。一般客廳呢，開着柔光啊，甚至是白天拉半個窗簾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這點呢，在台灣這種多光源的環境裡面，真的是超實用的。第四，它的色彩表現好在哪裡呢？70LV呢，它是採用雙雷射光源，不是傳統那種靠着色輪轉出顏色的設計。那這個呢，讓它可以達到95%DCI-P3的廣色域，色彩過渡更自然，沒有那種一塊一塊的色階感。簡單講呢，就是滑順乾淨，沒有噪。第五，玩遊戲會不會延遲呢？放心，它支援 4K 120Hz 的輸入，最低延遲呢也只有8.4毫秒，再加上 ALLM 自動低延遲模式，主機一接上就會自動切換，打 PS5 的快打旋風啊，或者是地平線啊，都會非常的順暢。第六，那它的安裝到底有多難？這個可以說是安裝職人等級的，因為它的鏡頭啊全部都是手動，沒有鏡頭記憶功能，而且位移範圍超小，只可以往上移，不能往下移。要是放的位置不準啊，你就要靠數位去校正，畫質就會受到影響。所以啊，你在買之前啊，一定要量好距離、高度，對準中心線，不然真的會很頭大。第七 ，Peer Engine Ultra 要全部開啟嗎？這套系統真的超強的，但是也是有點挑片源。像是 Peer Detail 呢，它可以讓畫面變得更銳利，但是舊片啊、壓縮片開太多的話，它就會出現結塊。所以建議大家依片源類型微調，特別是 Dolby Vision Vivid 模式。顏色太濃的話，記得要手動降一點。第八，無線投影支援哪一些呢？它支援 Apple 的 AirPlay 還有 Google Chromecast， 但它不支援 Miracast。這個對於 Windows 筆電啊，或者是部分安卓手機用戶來說非常的重要，或者是使用無線網卡搭配奧圖瑪 Display Share 搭配使用。有線的部分呢，可以用 Chromecast 或者是 HDMI 傳輸。第九，它適合哪一類的消費者呢？那我會說它是給畫質優先派的玩家。如果你追求極致的 HDR 效果，亮度要強，顏色要準，而且願意花時間調整安裝，那這台呢真的非常值得。但如果你希望開箱就可以馬上用，擺哪裡都可以看，那可能就要再三考慮一下了。介紹到這邊，相信大家對於70LV 的特色已經有更清楚的理解。那憑借 Dolby Vision 的認證呢，奧圖瑪獨家杜比世界調色技術，再加上高流明度帶來的穩定亮度表現，它確實是在同級的投影機裡面展現出相當少見的影像能量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在這樣的畫質實力與技術堆疊下，你會願意多投入一點預算，選擇70LV作為你的下一台投影機嗎？那同時也想問問大家，在這個
同價位帶裡面，它會是你的首選嗎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想法，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、開啟小鈴鐺。我是晶晶，我們下一個影片見，大家拜拜。